美国战争部周二公布了2025中共军力报告，再次对台海局势发出强烈警示。报告指出，中共计划在2027年底前具备对台湾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能力。与此同时，战争部在周二向路易斯安那州派出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治安。来看详情。美国战争部周二公布了2025年中共军力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明确指出，中共近年来一直在调动资源、技术和政治力量，企图打造最先进的军队。而美国是中共认为的强敌，中共一直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去年，中共发动了福特台风等一系列网络间谍活动，入侵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扰乱美军作战，损害美国利益。报告指出，中共2027年的目标是取得对台战争的所谓决定性胜利。为此呢，中共军队不断强化军力，包括两栖登陆、火力打击以及可能的海上封锁。去年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演习。另外，美国战争部周二呢宣布派出350名国民警卫队呢到路易斯安那州各地打击犯罪活动。川普总统曾在12月初呢预告过这项行动。五角大楼表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12月22号正式批准了这项行动。路州州长兰德里在 X 平台发帖表示支持和感谢，推文说，这些国民警卫队士兵将在新奥尔良最繁忙的旅游旺季协助维护安全，感谢国民警卫队对路州和国家的贡献，也感谢川普总统和赫格塞斯部长始终把美国人的安全放在首位。不过呢，这项行动在伊利诺伊州呢遇到了挫折。周二呢，美国最高法院以6-3驳回了川普总统此前向芝加哥部署3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紧急请求。有6名大法官认为政府没能提出授权的依据，允许军队在伊利诺州呢执行法律，但托马斯、阿利托和戈萨奇呢3位保守派大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美国报道。谢谢张亮。美国政府周二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加征关税，延迟到2027年的6月份，具体的税率会提前1个月公布。来看详情。美国贸易代表署周二发布公告表示，美国将把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进口关税推迟到2027年6月23号，税率另行公告。在接下来的18个月当中，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半导体将维持零关税。And the U.S. said China use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o dominate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owever, it will not impose more tariffs on Chinese chip imports until mid-2027. That's as both countries are in the middle of a trade truce. 2024年底，拜登政府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起301调查。经过1年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半导体产业视为争夺主导权的目标。在追求主导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中共采取越来越激进且广泛的非市场政策与手段。美国贸易代表葛利尔表示，中国针对半导体产业寻求主导地位的手段不合理，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采取行动。虽然在成熟制程晶片的部分关税暂缓，但在尖端制程领域，美国对中国仍采取封锁行动，包括人工智慧相关发展，以及联合荷兰禁止机子外光微影设备出口中国。新唐人台电视高建伦、邱春荣综合报道。美国近日决定对中国和越南的一次性餐具寄出反倾销、反补贴的高额关税。中国的生产商最高会被征收540%以上的关税，越南的相关产品关税也可能在260%以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新裁定，中国和越南出口到美国的热成型钼塑纤维制品，也就是一次性碗、盘、杯及外带餐盒等，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销售，并受到政府补贴，对美国相关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因此，商务部预计明年1月23号将对从中国和越南进口的这些产品发布反倾销税令和反补贴税令。根据现阶段数据，预计对部分中国生产商最高会征收540%以上关税，其中倾销税在477%以上，越南相关产品的关税也可能在260%以上。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一次性餐具大约3.45亿美元，逐年递增。在反补贴方面，中国企业的补贴幅度最高达319.92%。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荣誉综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发布公告，表示正在修订 H-1B 工作签证的遴选流程，
来更好地保护美国工人。此外呢，在过去2周，国土安全部逮捕了1000多名犯罪的非法移民。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更新 H-1B 工作签证的甄选程序，优先考虑高技能、高薪资的外国人，以更好地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就业机会。新规将取代随机抽签制度。现行的 H-1B 抽签制度被美国雇主利用和滥用，主要目的是用低于美国工人的薪资引进外国劳工。公告指出，每年 H-1B 签证的名额将限制在65000个。此外，还将额外提供2万个名额给持有美国大学高等学位的申请人。这项新规将在2月底生效。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表示，在为期14天的行动中，他们依据莱肯莱利法案逮捕了1030名犯罪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表示，为了纪念莱肯莱利 ，ICE 发起了天使荣耀行动，仅在过去2周就依据莱肯莱利法案逮捕了1000多名犯罪的非法移民。川普总统已授权我们逮捕并遣返前任政府放入美国的数以百万计的暴力犯罪非法移民。川普总统今年1月签署了莱肯莱利法案，该法案以莱肯霍普莱利命名，他是乔治亚州护理系的学生。2024年2月被一名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杀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杰森·布莱尔，美国华府报道。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新增64000个岗位，但是失业率却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那么这组矛盾的数据是怎么回事呢？本台记者马东采访了斯托克顿大学财经教授迈克尔·布斯勒，来看他对美国的经济走势以及就业趋势的预测。目前来看，您认为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状况如何？我觉得整体经济相当不错 ，GDP 应该会增长大约3.5%到4%，这是非常可观的成长。不过，就业市场就没有那么乐观。没有和 GDP 成长匹配，因为很多劳动力会被资本取代。什么意思呢？这些新建的工厂将配备 AI、自动化还有机器人，所以不需要太多人力。这种情况创造的工作机会还不如以往的多。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 AI。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一些公司，比如亚马逊、塔吉特百货，都宣布要暂停几千个岗位，因为短时间内他们的工作就会被 AI 取代。短期来看 ，AI 可能会增加失业率，但长远看 ，AI 能提高生产力，应该能改善就业情况。房贷利率会下降，所以房地产市场会更活跃，信用卡利率也会下降。所以消费者债务负担不会那么重。我可以说，对明年的经济未来几年的前景，我都相当乐观。那么，对于失业率上升到2021年9月的最高水平，您会担忧吗？说得对，失业率确实达到4年多来的新高，有点让人担心。我一直在想，如果美联储今年能早点降息，也许就能让失业维持在较低水平。从数据来看，大部分新增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建筑业和医疗保健行业，政府部门人数则在持续下降。实际上，从川普上任以后，政府人员减少了大约27.1万人，他们还会裁员。记得马斯克还在政府效力部时，当时有240万个文职人员，他的结论是留下1半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会看到政府人员进一步减少，他们通常都是高素质人才，可以很快找到工作。不过因为政府之前停摆了，我们还没有最新的经济成长数据，但有迹象显示第3季 GDP 成长率约为 3.5%， 比第2季高。第4季还没结束，出来的数据不多。当然10月份政府停摆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我们应该仍能看到第4季和明年的经济强劲
甚至可能有更大增长。别忘了7月通过的大而美法案里面的减税政策要到明年1月1日才会生效，而且川普总统已经吸引了大量外资，有上万亿美元涌入美国，这些资金也将在明年陆续到位，这将进一步促进 GDP 成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迈克尔，和您对话总是很愉快，感谢您的宝贵时间。Always my pleasure， 我很荣幸。再来看到，标普全球评级周二将中国房地产万科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 CCC 减下调到选择性违约 SD， 并且移出负面信用观察名单。消息一出，万科 A 股股价是跌到了近10年来新低。多只境内的债券也因为跌幅过大被临时的停牌。万科企业可能成为继恒大、碧桂园之后又一个倒下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标普全球评级周二将万科的长期评级下调到选择性违约 SD， 表明标普认为万科已经对部分债务构成违约。标普指出，万科一笔规模20亿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在12月15号到期后至今没有偿付，宽限期也在12月22号晚间结束。标普认为延长宽限期等同于违约，属于不良债权重组。尽管这笔20亿债券宽限期又延到下个月28号。万科此前披露，2025年前3季度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 44.6%， 营收同比下降 26.61%， 净亏损高达 280.2 亿元。尽管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已累计提供超过300亿元的借款支持，但仍不足以覆盖巨大的短期债务缺口。万科同时大举出售资产，断臂求生。标普还指出，除20亿元人民币的境内债券外，万科未来6个月还将面临大约94亿元的债券到期，其中48亿元将于下个月前陆续到期。分析认为，万科作为中国第3大房地产企业，正处于暴雷的边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与收入的降低，消费观念是逐渐的转向了务实，消费降级成为了常态。很多人为了省钱呢，更是选择租赁空房，用低成本换取独立的空间。近日，有博主在 X 平台发视频称，租房真的没必要装修太好，简装的空房每个月可以省下几百元，1年就省了几千元。自己再添置一些简单的家具，以后搬家还可以随身带走，不仅省钱，还减缓了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大陆青年业者白先生告诉新唐人，现在大陆经济环境很差，工作难找，能省则省，租空房子可以便宜很多。在1、2线城市工作的压力特别大，有的好几个月没有工作，有的直接回老家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中年人或者是农民工，按小时结钱按天结钱的，然后很难找。以前年轻人就还挺有冲劲的，就挺爱钱的，动不动就把什么暴富啊发财啊挂在嘴边。现在他们觉得必须得省这个钱。大陆青年业者大陆青年魏先生认为，现在失业率很高，半失业的人也很多，半失业就是1个月上不了1半的班，收入自然就减少很多。以前繁忙的时候，加班费都抵得上底薪了。现在你想，加班费没了，底薪又少1半，这个肯定是经济原因啊。这几年内卷下来，很多人的收入都支持不下，特别是老家又有要赡养的小孩啊、老人那些，那是没办法的。魏先生表示，上梁都歪了，下梁也是东搞西搞的，逼走很多外企，有点钱的名气又遭受远洋捕捞之苦。总之，中国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好像这半年来都不敢公布那个什么断供率啊，断供率好大，现在7%-8%了，因为会影响社会动荡的。真正的纳税群体真的生活得很苦啊，比以前的乞丐还苦，真的，以前乞丐还有地方乞讨，你现在没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中原、李珊珊、周天采访报道。近日，宁波5个月大的女婴小洛西在手术后离奇身亡。据尸检报告证实，医生涉嫌病例造假，导致了这场悲剧。事件引起全网愤慨，而面对家长们的集体声援，当局强力封杀。
11月14日，小洛西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做完心脏手术后过世。近日，资深法医尸检报告揭示，仅发现一个大约3毫米的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通常被认为是较小的，有自愈的可能，并没有看到医院之前声称的冠状窦缺损。小洛西的妈妈发视频哭诉医生欺骗家属。小孩是你腺瘤胎而死的，内部上面的一个伤口几厘米的，连缝都没缝。许多家长纷纷站出来声援，但都遭到当局封杀。报告出来的时候，轰动了所有的妈妈。检查出来发现不是事故，是谋杀，他是健康的，给我哭的不行。发生都会把你的评论给删掉，然后他的视频就会被下架。让家长们感到气愤的是，3年内有5名同类型公开案例死在同一名医生手里。小洛西的家长顶着压力坚持曝光黑幕，勇气令人敬佩。尸检报告太让我震惊了，完全是震碎人的三观。这帮人学医为什么能把人学得这般冷漠？我真的是佩服他们夫妻俩把事情捅到这个程度。有家长披露，宁波妇幼医院是公立的3甲医院，为了创收，让民众做最贵的检查，忽悠人做手术，举报也没人管。把我女儿的时候说左心脉有囊肿，让我做了个无创，2、3千还是最普通的，还有那种5、6千的羊水穿刺的。人家说了，羊水穿刺的是针对高龄产妇，我才24岁。还有家长怀疑医院不让看监控的原因是怕真相曝光，放干小洛西的血可能涉及灰色产业链。当地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政府压热搜压舆论，不止现在的医疗体系，包括教育体系、公检法都是黑的，没有被曝光的好多。12月14日，宁波当局通报，涉事主刀医师陈君贤、麻醉科主任等相关责任人员已被免职，医院分管副院长受撤职处分，院长则被记大过。家长们认为该案涉及刑事责任，应该立案侦办。网上视频显示，以往门庭若市的宁波妇幼医院这几天十分冷清，宁波市民以行动表达不满。新唐电视台记者熊斌、伯尼采访报道。台湾台东县卑南乡当地时间24号傍晚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北方10.1公里处，深度为11.9公里。全台湾各地都有震感，民众的手机纷纷响起了国家级警报。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初步研判，这起地震是独立事件。该地区是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带，地震是2个板块挤压所造成。未来几天仍需要留意余震。路透社和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近日披露，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外包中资网络行销公司成立网军，付钱给菲律宾人对付自己的同胞，干预菲律宾的内政，散播亲中和反美的宣传。而类似对北京的指控已经不是第一次。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近日披露，中共驻菲大使馆委托中资网络行销公司 Infinite US 利用专职的键盘军队，也就是俗称的网军，经营大量假社群账号，渗透菲律宾民众的日常网络对话，散播亲中共言论和反美宣传。内部文件详细显示 Infinity US 如何指导员工创立并经营300个脸书账号与30个 X 账号，包括如何盗用照片、经营人物设定、躲避安全审查等。这一切的背景是中共与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对峙，局势日益紧张，北京持续通过武力侵略和宣传手段来支持其主权声索。看来战场已经从公海扩大到网络空间。泄露的文件罕见地揭示了中共驻菲大使馆如何外包给中资公司的这些行动，并利用菲律宾民众对抗本国民主。他们透过合约雇佣，以支票支付薪水。另外，路透社10月的调查也发现，中资网络行销公司 Infinite US 的行动规模不仅止于亲中宣传，还包括贬低美菲同盟等。美国资深记者、中国问题专家贝舒颖表示，由 Infinite US 控制的账户活动符合中共的大外宣政策。贝舒颖向路透社表示，社交媒体 X 和 YouTube 上有很多账号宣传中国的内容，尽管这些账号很可能是中共资助的，但他们通常不会披露与北京的关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王艳桥综合报道。
近日，海外一名军事博主徐某人公开了一段中共招募他进行大外宣的录音，对方开出了每月4万欧元的条件，允许他小骂大帮忙，但是不能骂习近平。录音呢还点名了一些据称已经被招募的当红网红，引发热议。今天我们就请嘉宾来探讨中共招募网红进行大外宣的话题。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正经评论人士唐百桥先生，您好，欢迎您。你好。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这段录音中是提到被爆料的落日海盗，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它大致可能是什么背景？那可能是在执行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任务呢？首先呢，它有可能是跟中共有关的，这个判断不是从这个电话里面判断出来的，而是说他以前的推号和他的做的视频，包括他最近的一些举动，是吧？非常这个为中共洗地，也就是说他自己说的小骂大帮忙，我是从这个来判断出来的。那么这个电话对吧，虚虚实实的话，我们说没办法判断的。第二的话呢，我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是中共的人的话，他也是外围人士。也就是说，级别集体的，他肯定不是编内的，比方说间谍、国安部的或者公安部的在编人员，他是编外的，更有可能是像县民，是吧？比方说我们在海外经常同乡会啊、什么同学会啊、什么这个商会啊，那么有些人他们帮中共干活，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专职人员，所以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如果他们是专职人员的话，专职人员是受过训练，第一天肯定就会训练，不能用电话来谈机密的事情。尤其是不能用电话从事违法犯罪的事情，因为他在策反别人的时候，他在电话里面策反，这是绝对是一个笑谈。因为我是应该是说是全球重点一个被中共统战对象之一，曾经长期以来有很多人，我也在媒体上也披露过。那么当然级别要比这个人要高得多得多，但他们要跟我见面的话，他们都想要到加拿大或者是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见面，是吧？然后到美国来的话，他们都会说派我的同学啊，或者朋友啊，甚至亲人呐，他们本人是不敢来的，是吧？最多就是领事馆外交官。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话，是吧？他有一些话，因为他自己肯定是帮中共干活的，所以他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说出一些事情的话是符合逻辑的。就是说，比方说小骂大帮忙，是吧？不要去这个骂习近平，是吧？然后偶尔批评中共没关系，这因为。他被接待任务的时候，他被交代任务的时候，他的上面的人就是这么跟他讲的，所以他了解中共的这一套运作体系。但至于说他提到什么张三李四谁是还是不是，这个我们不能把他的话作为依据。尤其是他不是情报人员，他就算是国安部的一个副部长，他都不见得了解所有情况。就算中南海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因为就像当年周恩来，他只有周恩来掌握所有的情报部门的人，然后连毛泽东都不知道。那我们也知道，这个1989年以后，大家。以前有一种传说说，只有叶选林是吧？就是这个叶选连就是叶选平的弟弟掌握海外3000子弟，那连江泽民都不掌握。后面他把这个3000子弟的名单交给江泽民以后，江泽民才真正的把这个大权掌握了。所以这些情况的话，当然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了解。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他说某个人不是就不是，他说某个人不是，肯定第一他说的话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二，反而有可能他是，因为中共为了去。有点像讲纲道书啊，就为了去这个掩盖一些人的情况，就是说欲盖弥彰或者指定无银300两。如果是他一定不会说出来。那从您的经历和观察来看，您觉得那中共通常会锁定什么样类型的网红或者是自媒体人？那么在这个收编拉拢的过程中，常见的手段又有哪些呢？那他们拉拢的人基本上是无所不包，但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油管上或者在推特上。就是说，短期内突然一下那个粉丝暴涨，影响力大增，但他过去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共的这个历史，比方说64的学生领袖啊，或者是这个民运领袖啊，就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做这些博主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赚广告费嘛，是吧？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这些人他确实可能开始也是反共，讨厌中共，因为现在没几个人不讨厌中共嘛。那讨厌中共，但是这种人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坚定的民主理念，或者把它作为一个终身的追求。所以那中共这个时候最容易把橄榄枝伸过去，因为他们为了广告费嘛，对吧？一个月1万块钱美金充死了，那我给你2万4万，像刚才说的，那么一下就很容易就倒过去，因为
他说拿的钱肯定要比原来广告费高，否则的话，因为做的是丢人的事情嘛，帮共产党说话，他们自己很清楚，所以加倍嘛，加倍不行的话是4倍嘛，5倍、8倍、10倍。像台湾最近有一个大网红是吧？那据说他的那个经纪人说，中共就至少就给了他300万，然后现在我看到他到处全国巡回演讲，那肯定比原来过去那个他的广告费的收入要高得多。那么呢，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基本上搞定的你就搞定了。像我们这一类的背景的8、9学生里些，搞定已经搞定了，没搞定了，现在再搞定就很难了，所以他们也基本上就慢慢放弃了。那还有一个群体，比方说信仰群体，像法轮功群体啊，像西藏流亡群体啊，甚至包括香港的一些人呢，他们比较难搞定，因为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比较有信仰，是吧？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信念，然后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比一帮大陆刚出来的人也会深。所以中共对于这些人的话，就很难听到某一个大 V 如果有这个信仰背景的是吧？比方法轮功背景或者是藏人流亡藏人，然后突然被中共搞定了，变成大外宣的。所以，那么他们搞定的手段呢，那就太多了。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可能全部讲出来，主要是金钱，然后一个是名利。那么金钱的话呢，现在直接给钱的情况是很罕见了。像这种给那个大外宣说1个月4万、9万块钱，这是很低级、很低级。连在台湾那个大外宣，他都不是通过给钱的方式，他是给你地是吧？给你做生意的机会是吧？给你增加粉丝，反正总而言之，他有1万个方法可以给你钱，甚至可以给你虚拟货币。那么这些是第二个，就是名，比方说请你去国内这演讲啊，然后给你这个一个什么客座教授啊，然后让你在国内成为一个大网红啊，然后甚至于这是什么中央的这个大电视台邀请你去演讲啊，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方式。那还有一些方式就是邀请他们回国，是吧？然后跟他们密谈，然后呢促成一个协议。那这样，是。那我们看到现在海外的自媒体圈啊，标榜反共的频道真的是不少。那么其中有的人就被质疑是带着任务的小骂大帮忙。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况，一般的观众，您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去识辨呢？这个识别的方法也很多，我在这里列举3点吧，就是比较简单的3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吧，他的立场，他表面的立场啊，就包装出来的立场是一个独立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或者意见领袖，然后那也就是批评中共的嘛。一般独立人士现在都批评中共的，然后呢，他们偶尔或者说经常又帮中共开脱，帮中共说话。比方说某一个在日本的是吧，那个我就不点名，我都不喜欢点任何人的名字。那么这些人然后他一方面标榜他自己反共，另一方面他又说是吧，他经常又帮中共开拓铁链女啊，很多事情啊是吧？那中共的这个叫什么欲情危机啊，就舆论危机啊，这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尤其是大帮忙嘛。然后包括台湾问题上啊，很多问题上是吧？包括对枪部的批评攻击啊等等啊，甚至包括对法轮功的批评攻击啊。然后就是一个不仇。那么这一类的人的话呢，哪怕他偶尔为中共开脱，帮中共这个做宣传，他90%的时间都是批评中共，这种人基本上也都是大外宣，因为真正对反共的人是不会帮中共开脱的。比方说，我30多年，你可以找出任何一句话我为中共开脱的没有？找出一句，你可以怀疑我是大外宣。第二，这个一个人如果他一直是反共的，他突然一个180度转弯，就变成了帮中共说好话了，或者说突然支持川普的一下就变成反川普，或者突然一下是吧，就变成批评法轮功，突然一下就变成批评台湾啊这个政府或者批评香港。那么这一些的话，就站在中共一个立场了，180度转弯，就是急转弯。那这种人基本上就他被搞定了，就之前没有被搞定，然后搞定了，他也开始帮中国说话。那么第3个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他是在这个在重大立场上，跟中共保持一致。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就是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人，那就你会看得出来，比方说现在反川普的，天天反川普的人，你基本上可以100%的就是中共的人了。因为你一个人的话，你不可能天天反川普，所以你用这几个方法去判断，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还有一个最后补充一下，就当你要怀疑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我的经验教训啊。其实这个人很可能你感觉是对的，因为你怀疑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就是他有一些逻辑上是吧，说的事情不能自洽，不合常理。那么你长期观察以后，你会发现你怀疑的对象基本上就是，所以你不要担心怀疑自己的怀疑。好的，谢谢唐百桥先生的分析啊，谢谢您。不客气。再来看到，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还在持续，泰国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电诈园区，双方的冲突呢，外界预期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平息。
中共方面近日是试图以第三方的角色进行调停，但是没有成功。有中国的民众在网上感谢泰国，表示泰国是中国老百姓的英雄，全中国老百姓都支持泰国打第三方。那么这里说的第三方就是指中共。民众还质疑中共会不会是电诈的幕后老板。还有民众表示支持泰国铲除电诈恐怖组织，请斩首第三方，并且暗示只有中共失败，正义才能胜利。再来看到，圣诞节前夕备受期待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也拉开了在全球的巡回演出之旅，首站从欧洲开启。而神韵在美国的演出呢，将在平安夜12月24号在加州旧金山圣荷西隆重登场。当地的观众期待已久，盼望能够一睹展现真正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世界第一秀。The whole show is really incredible. The way and the timing, I'm always amazed by the timing, because it's like you're seeing a movie plus live dancer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just perfection. I sing, so I especially resonated with the vocalist and the song, and especially the lyrics. It touched me, touched my heart, felt true to me. So a lot of what 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lyrics. Shenyun is a sumptuous feast of just all senses, for the soul, the spirit, the eyes, to consume, the ears, and it's just a beautiful way of humanity, giving, loving others, and using all of your talents. 神韵创立于纽约，以复兴传统神传的中华文化为使命，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The elegance, the humans, and just the narrative also comes through.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or if there's nothing even being spoken. You can understand just through the motion and expression. Just the mastery, the professionalism, their bodies, it's just really, it's amazing. It's just amazing to behold, and also it's like a multimedia where you see, it's just incredible to me how these dancers suddenly become part of the movie in the background. You know, ultimately it's that beautiful message that there's something within each of us which is divine, which is higher than what we're seeing and doing each day, and the dancers just bring that out in a beautiful way with also heart and humanity and humor as well. I always feel uplifted by seeing those parts of the performance. Yeah, I'm very uplifted by the whole show, and that's why I come back, because it just makes me feel good. 从圣诞前夕开始，神韵艺术团将在加州圣荷西演出4场，周3晚上是首场，周5、周6、周日各1场。随后将在德州休斯顿、康州沃特伯里以及佛州杰克逊维尔为观众带来今年的精彩节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前章，美国加州圣荷西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